如果你觉得像 Elon Musk 那样把29台发动机绑在一根粗壮的火箭的屁股上太过夸张的话，那么把它们换成一个如何呢？用一个巨大无比的发动机带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喷口来将直径23米、高度150米、重量18000吨的火箭推上天空，如何啊？连土星5号放在它边上呢，都是这副怂样啊！一个喷口就能将整个第一级连同里面的5台 F1 引擎给吞掉了，是不是更加夸张呢？所以啊 ，Elon Musk， 你的步子还是迈得小了一些啊，不如你的前辈设计出了这枚怪物的美国工程师罗伯特·特鲁克斯了。这枚怪物呢，想必很多人不是已经很熟，就是略有耳闻了。海龙由于太过巨大，它只能在海上组装，沉到海里面发射，但是却拥有将整个国际空间站一次性发上天的能力，不管是重量还是尺寸都没有问题啊。不过嘛，展开起来可能就要稍微麻烦一点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简单聊聊几个关于它的可能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疑问了。第一点是为什么这个怪物会被设计出来呢？第二，埋在海里面发射到底是异想天开还是绝顶聪明啊？第三，既然都设计出来了，甚至还进行了大量的验证，为什么最终却放弃了呢？好，一个一个来。上个世纪60年代，人们普遍相信很快人类就会在太空当中生活了，不管是移民外星，比如月球或者火星，还是待在太空，比如空间站或者是轨道城市。总之成千上万的人将会带着成千上万吨物资离开大气层。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最重要？运力最重要，而且是越便宜的运力越重要。于是火箭的设计方向就有了。罗伯特·特鲁克斯呢，正是这个时候冒出来的。他是一位美国海军上尉兼火箭工程师，当然也是美国火箭工程的先驱之一啊。他的团队呢，正是二战结束时德国火箭工程师们汇报的对象，其中就包括设计出了土星5号的冯·布劳恩了。比布劳恩更加激进啊！虽然土星5号已经是大的有点不可思议了，但特鲁克斯认为它还不够大。因为他坚信一点火箭的成本之所以很高呢，并不在大，而是在复杂。那么怎么才能极限拉低成本呢？造非常非常大，但是却非常非常简单的火箭嘛，这就是海龙了。它的尺寸呢，我们已经说过了，那就来说说它的简单吧。简单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它就是个带个喷嘴的高压罐而已。燃料和氧化剂不是靠涡轮泵喷进发动机里面的，因为那个太复杂了嘛，而是靠储存在罐子里面的高压氮气来推出去的。这种火箭发动机的工作方式呢，叫做挤压循环，我们以前专门讲过，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方式。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效果只是效率很低罢了。但效率低怕什么只要能够保证我成本够低，不就可以了吗？你看，结构简单，成本低吧；回收方便，成本低吧。对了，海龙人家还是设计来完全可回收的呢，1、2级都是可以回收的，而且回收起来还简单方便，直接掉回到海里面就可以了吗？它不怕落水的时候被撞变形吗？不怕。首先，它确实是带了一个可以展开成伞状的结构，能够起到一定的减速作用。其次人家全身都是钢结构的，很皮实嘛，而且这不又成本低了吗？你不要以为这种造火箭的路数是个死胡同实际上呢，它还由此诞生了一种叫做傻大粗助推器的火箭类型了。抱歉，我也不知道我教的对不对英文的原文是 Big Dumb Booster， 字面上呢就是这个意思了。他说的是一类设计简单、体积巨大、只考虑运行成本、不考虑运载效率的5大3粗的火箭了。其典型的代表呢，就是海龙了。当然也有其他的现代版本以后找机会咱们讲讲。关于效率低这个问题，它到底有多低呢？我来帮你对比一下就能感受到了。海龙和星舰都号称具有往近地轨道运550吨载荷的能力，但是前者的自重达到了18000吨，而后者呢是1万吨，意味着效率几乎翻倍好，第一点呢差不多我们就讲到这儿，来讲第二点。埋在海里面发射。首先，这么大个家伙自然是无法在陆地上制造和发射的了。一是造出来也运不走，二是一个比土星5号第一级还要大的喷口放哪儿喷呢？都会先将发射台给喷化掉的，更不要说是巨大的噪音了。只能是在海里面发射嘛。于是怎么做呢？你看它的喷嘴下面呢是围了一圈水箱的，等到了发射场，只需要向里面灌满水，它就能够自然的立起来了。整个第一级全都是埋在水里面的。埋水里面能发射吗？当然可以因为火箭都是自带氧化剂的呀，不怕水里面没有空气嘛。而且早在2战期间呢，从水里面发射火箭的技术就已经有应用了，只是规模远小于海龙罢了。
于是为了验证大如海龙这样的火箭能否照样在水下工作呢，美国人也是做了不少的测试啊，其中就包括改造了一枚海军的海马火箭，先在水面上点燃后，再慢慢没入海里面，看看发动机的燃烧呢能不能保持稳定。实际上啊，不仅稳定，还大大的减少了冲击波呢，反而是更好了。可见海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射平台啊，它坚不可摧，因为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形状嘛，它不需要什么支撑，水压就是最好的稳固器了。它还有效抑制了噪音，它还能让火箭的燃料就地取材，直接电解出氧和氢等等等等。只要龙王不生气，我们大可以继续这么玩下去嘛，把它发扬光大。好，第3点啊，它为什么只停留在了图纸上呢？看起来至少值得一试嘛。按照美国人什么都敢试的逻辑来说，很简单，没钱试了嘛。越战把美国拖入了泥潭。NASA 的预算呢一降再降，这种风险又大、收益又小的项目，自然是要被砍掉的了，而且还真砍对了。你看后来这几十年，人们预期中的太空生活展开了吗？完全就没有嘛。所以这种超大载荷的运力是做出来也是会浪费掉的呀。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美国的牛头怪火箭是一枚剥了皮才能够上天的火箭，不信请看它发射时的画面，慢动作更清晰啊。在发射的一瞬间呢，原本包裹着第一级火箭的橘黄色织物层材料被一拉而下，像极了剥掉的香蕉皮。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这层香蕉皮是为了给火箭保温的。牛头怪系列火箭全都是废物利用啊，1型和2型改装自民兵洲际弹道导弹，3、4、5型呢改装自和平卫士洲际弹道导弹，所以全部都是固体燃料火箭。按理来说，对保存条件的要求并不是很苛刻啊。再不苛刻也是有要求的嘛。原本的导弹系统是被设计来部署在具有温度和环境控制的发射井里面的，而你现在要把它移到户外去发射，当然就要尽可能的模拟一下温暖的发射井了，否则发动机的参数是会发生变化的。对于固体火箭而言啊，温度越高，燃料的反应速率就会越快，于是你就得到了一枚推力变大但工作时间变短的火箭了。反之，如果温度降低呢，则推力变小，工作时间变长。所以即便是固体火箭，保持恒定的温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而对于液体火箭来说，保温就更重要了，因为箭身里面不是低温的液氧，就是更低温的液氢。就算是4氧化二氮和氰这类温度不高不低的燃料，维持稳定液体状态的窗口也很窄啊。没有优秀的保温材料加持是万万不行的。我们在看长征 2F 发射时，经常都可以在火箭四周见到这些脱落的白色的碎片，就是保温泡沫了。它们是被故意设计来当火箭一起飞便要脱落的。那么最后我要考你了，是所有的火箭的保温层都会在起飞的时候脱落吗？如果不是，那又是为什么呢？苏联宇航员谢尔盖·克里卡列夫呢是很倒霉，在他去太空出差期间，祖国没有了，苏联解体了，因此他就被莫名其妙的留在了太空，时间几乎长达1年啊。这个故事你多半听过。他们通常把谢尔盖渲染成一位极度可怜的受害者，比如由于苏联解体，谢尔盖成了一个没有国家的宇航员，独自一人漂泊在太空当中，对何时能够返回地球，以什么样的身份返回地球呢，充满了深深的未知啊，仿佛就是被全人类抛弃了一般。尤其是考虑到当别的宇航员都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时，那种错位感，那种孤独感，简直能够把人生吞活剥啊。这样的故事呢是很精彩啊，但它根本就是偏离了事实嘛。所以事实是什么？先明确2点啊。第一，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太空中失去了祖国的人。是的啊，当时跟谢尔盖一起待在和平号空间站上的还有另外一位前苏联的宇航员亚历山大·沃尔科夫。第二，虽然他的确意外在天上停留了更长的时间，但他其实对还要再停多久是有一定预期的啊，因为联盟号往返空间站的节奏几乎就没有被打乱，而且在他多待的这段时间，也就是苏联解体的这段时间呢，他跟地面的联系也根本就没有中断过嘛。别说中断了，他甚至还可能成为了这段时间掌握信息最为全面的前苏联公民之一呢。下面我就来给你完整的讲述一遍这个故事。1991年5月18日，谢尔盖和另外2名宇航员，同为苏联人的阿拉托利·阿尔茨巴斯基和英国人海伦·萨曼，从位于哈萨克斯坦拜克鲁尔的航天发射场启程，开始了前往和平号空间站的第12次任务，代号 TM12。这是联盟号飞船的第12次任务啊，不是3位宇航员的。实际上呢，英国宇航员海伦才是第1次登上太空呢。而且他的准确身份是研究宇航员。这里我有必要跟你简单的讲讲每一次联盟号任务都是如何接力的啊。
一般来说，联盟号上会搭载3名宇航员，他们分别是任务指挥官、飞行工程师和研究宇航员。前两者是必选项，会在整个任务期间留在空间站里面做大量的维护工作了啊。而后者研究宇航员就是纯搞研究的嘛，是个选装项，加不加呢？可以有多种原因，后面我们会讲到的啊。这只会短暂停留后，随着前一次任务的组员一起离开。比如联盟11号，1990年12月2日发射升空，1991年5月26日返航，就顺便把联盟12号刚刚才在5月18号带上天的海伦给送回去了啊，只留下指挥官阿纳托利和飞行工程师谢尔盖在这里等待联盟13号的接替。基本上呢，每次任务都是这么操作的，新的一波来，老的一波走，中间间隔4到6个月，并且都有1周左右的重叠期。这个时间呢，就是留给第3个座位的研究宇航员的时间了。原本谢尔盖也会在今年的10月10日与联盟13号的飞行工程师交接之后呢，顺利返航的。好吧，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啊。而此时地上发生的事情呢，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就不再过多的设计了。总之，苏联正在瓦解，既失去了对哈萨克斯坦的控制，也在经济上陷入了深深的困境。这就带来了2个重要的影响啊。一个是苏联的航天发射场和着陆场都在哈萨克斯坦啊，可它现在已经独立了。苏联，应该说是刚刚成立的俄罗斯联邦，想要继续使用的话，不能什么好处都不给，还继续白用吧？好处是什么呢？那就是你得在下一次的飞船上为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宇航员空出一个位置来才行。好，第2个影响。经济陷入泥潭，哪还有钱来发射火箭呢？想要发射就只能找金主了。最直接的办法是卖门票呗。于是再空一个座位出来，把它给卖出去。实际上啊，苏联之前就已经在卖了。刚才我们讲到的，把和谢尔盖一起上天的那位英国宇航员带回去的联盟11号呢，就有一个座位是日本人花了1400万美元给买下来了的。英国人的这个座位当然也是买的，而下一次任务，也就是来接替谢尔盖他们的联盟13号，也找到买家了。奥地利人。不过他们买的票呢，都是只会在空间站上待1周的研究宇航员了。毕竟想要长期待严格的训练是少不了的嘛。但你还记得吧？联盟13号，你还得空一个座位给哈萨克斯坦啊。他给安排的宇航员托克塔尔·奥巴基洛夫虽然很优秀，虽然可以作为飞行工程师的身份出征，但是却没有经过长期待在空间站上的训练，所以谢尔盖的工作就交接不了啊。地面人员把这个消息告诉谢尔盖，安慰他说：“哥们儿，为了咱祖国的航天事业，你忍忍行不？”哎呀，还能怎么办呢？忍就忍呗。那你得告诉我要忍多久啊？这个你倒不用担心啊，我们有数。下一个大金主呢，已经在接洽了。德国人，哎呦，有钱的很呢，2400万美金，一旦谈妥就马上来接你啊！最多再忍5个月。所以你看，留在天上时呢，谢尔盖还是有祖国的嘛。而且尽管他这一届的指挥官阿纳托利被联盟13号替走了，但联盟13号的指挥官亚历山大·沃尔科夫却留下来陪他了嘛。2个人在空间站里面呢，并不孤单啊。即使在随后的12月26日，苏联最终解体时呢，也是他们2个人同时失去了国家嘛。再说，他们并没有失去那些致力于推进太空计划的苏联、俄罗斯航天人的支持嘛。那些人呢，还在非常投入的工作，尽管非常艰难啊，却在维持着系统的正常运转。再回到谢尔盖这边，他难吗？当然难啊！停留在太空中的时间比起初预想的多了1倍，这对他的身体而言绝对是场灾难啊！骨骼和肌肉的退化，以及更多的辐射等等。同时啊，心理上政治的动荡、前途的未卜也的确会带来压力。但除此以外，却也有着意想不到的收获啊！由于在空中，它可以自由地和来自全世界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通过天线来交流，就给了他一个上帝视角，能够更加全方位地掌握信息，了解苏联解体后的各种政治动向。可以说啊，虽然离得最远，却是最了解这场风波的前苏联公民之一啊！很快，消息传来，德国人买下了联盟14号的一个座位，谢尔盖和亚历山大可以回来了。1992年3月25日，在和平号空间站上漂了311天后，谢尔盖以全新的俄罗斯公民身份回到了地面。他是有点倒霉啊，但是别人也根本就没有本事碰上这种事情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这是一座屹立在北海之上，离挪威海岸大约80公里的天然气钻井平台特洛 A。乍看上去没啥大不了的。好，这是马来西亚著名的石油双塔，高度452米，全球排名第17位。不过，如果把它放在特洛 A 旁边的话，那么露出水面的高度大概就只有这么多了。
是的，特洛 A 全高472米，它不是浮在水面上的，而是稳稳地坐在深约300米的海底的，所以严格算起来，它才是位列第17位的世界高楼啊，双塔。不好意思了。另外，它还有一项记录能够让全球所有高楼都为之而汗颜，那就是它不是在北海的海底拔地而起的，而是在远离这里200公里的峡湾当中，整体建造完成之后给拖动到这里的，于是就使之成为全球最高的可移动建筑，并且在可移动的最重的建筑当中呢，也位列第2。所以它究竟是怎么建造的，又是怎么被拖过去的呢？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要把钻井平台放到海上呢，我们今天其实是有很多方案的，它们既可以是漂浮的，也可以是沉底的，既可以是永久的，也可以是四处移动的。但是特洛 A 所使用的结构 CONDEEP 翻译过来就是混凝土深水结构，发明的日期是1972年。那个时候它还没有那么多可选项嘛，能够用于参考的主要就是那些浮在墨西哥湾海面上的钻井平台了，它们大多使用的是导管架结构。这个呢，我曾经讲过，就不在这儿展开了。可问题是啊，导管架虽好，但北海的基本条件和海洋环境完全就跟墨西哥湾不同，这个成熟的经验根本就拿不过来嘛。具体讲有这么3方面的不同。第一，墨西哥湾水深并不是太深，油田的位置离海岸也很近，所以不管是架设导管架还是铺设输送管呢，都是很方便的。即使我慢慢的越建越远，也可以有最近的那个平台作为节点，我只需要把管子连在它那儿就可以了。基础设施呢是一步一个脚印踏实着走出来的，既完善又可靠。而北海呢，1970年代初期在这儿发现的几处巨大油田，无一例外全都远离海岸，全都在更深的地方，于是导管架就无法发挥优势，也没有近海的管子可以用，起步就是一个 BOSS 级别的怪，实在不怎么好打啊！而且你建得远了，人员的通勤也是个问题啊。这个呢，就要求平台的后勤保障更加充足，也必须要有足够的空间将采出来的油气先存起来了。而恰恰北海还是个冒油又急又多的地方，这就加剧了矛盾嘛。同时也是跟墨西哥湾的第2个不同了，北海地区的生产率一直都较高，所以这里的系统配置就要的更多啊，不管是设备、人员还是空间。于是平台的重量就大幅增加，这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啊。怎么安装它们呢？当时海面上还没有我们如今已经习以为常的能够吊装上万吨重物的起重机，它们最多能够操作1000来吨罢了。对付墨西哥湾呢，没有任何问题，但对北海更重的平台，就意味着需要将它拆分成更多的部分，分别运到目的地之后呢，依次来吊装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耗资极大的任务。总的来说，有点得不偿失了。设计新的方案似乎更能够解决问题啊。这第3点呢，就是最后的催化剂了。海况和海底的构成也完全不同啊。虽然墨西哥湾的海上平台在飓风季节确实会面临挑战，但在北海那是天天都在面临挑战啊。这里的天气很少有不恶劣的时候。另外，来到海下，你想把导管架打到海床里面吗？别妄想了，这里全是由冰河时代的冰川所形成的硬沙和粘土层，那些在墨西哥湾的打桩设备到了这儿是根本 hold 不住的，所以这才有了 CONDEEP， 它专为北海而生。简单说，这种结构呢，就是将混凝土浇筑成中空的管子，在压载物的作用下自己沉到海底，坐在海床上，利用其巨大的重力保持稳定，为上面的平台提供一个坚实的、开阔的支撑。特洛 A 是 CONDEEP 结构的最后一个应用案例，当然也是最庞大的一个。它由一系列的混凝土储油罐开始向上生长，延伸出4根高度超过了300米的巨大支柱。这4根支柱是由超过100天每天24小时连续不停的浇筑混凝土而成的，为的就是让它完全没有任何的缝隙，实现绝对的防水。这些混凝土支柱的壁厚呢均超过1米，所以哪怕是插在水下300米处呢，也能够抵御住外界强大的水压。然后在4根高耸支柱的中段还有一块附加的大水泥，把它们箍在了一起。起什么作用呢？是为了防止共振的，因为巨大的海浪动不了它，超大的水压也动不了它，但轻微的共振就能直接要了它的命啊！在支柱浇筑完成之后，海水会被注入其中，使其几乎完全就被淹没。然后呢，再将已经建成的平台移动到它的顶上，排水上浮，顶到准确的位置后呢，就展开连接和固定的工作了。随后继续排水，让平台整体再升高100米左右。这样在随后拖拽到目的地的途中呢，就不会让底部有碰到礁石的风险了。
现在加上里面的压载物啊，特洛伊的排水量达到了120万吨之巨，因此可想而知拉它的会是怎样的角色了。事实上，当它在1996年启程的时候呢，挪威的电视台同步做了直播，使之成为当年的一个非常轰动的工程奇迹啊。好，在经过了1周的海上颠簸，拉过200公里的距离之后呢，特洛伊终于到达了它的目的地。此时，支柱里面的水被排空，变成了4根连接海底与海面的通道，期间运行着电梯，但由于太高啊，单趟旅行下来也需要花上9分钟啊。而负责将整个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底的，就是围绕着支柱周围总共19个，每个高40米的压载水舱了。此时，它们坐落在水下303米处。好了，这就是全球第17高的反向大厦特洛 A 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1963年的夏天，地球看起来呢，很可能像是另外一个土星，因为啊，它突然之间就多了一道光环。为什么？今天给你分享的这个故事啊，非常离奇，也非常耸人听闻，但它还就是真真切切的发生过，把整个世界都吓得不轻啊！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60年前，上个世纪50年代，美苏正处于狂热的冷战当中，彼此的被害妄想症呢都有不断升级的迹象了啊！其中就比如，他们一定会先用原子弹来炸我们的，所以我们就一定要造的比他们更多才行啊！他们一定会先占领太空，然后想在上面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进军太空的速度一定要比他更快啊！还有啊，他们一定已经有了一个邪恶的计划，要破坏我的通信网络，所以我就必须要设计出一个他肯定破坏不了的通信方式出来，等等这些。今天的故事其实就是在解决第3个问题了，通信。那个时候还没有通信卫星，所以远距离的通信呢，主要依靠2种方式，一种是电缆，比如电话电缆和电报电缆，它们跟今天的光缆一样，在跨越洲际的时候呢，也是被埋到海底的。显然，苏联想要破坏它呢，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复杂的邪恶计划，一把剪刀和一个潜水面罩就足够了，挑容易的位置下手嘛，海底并不总是无懈可击的。另一种通信手段呢，就是无线电了。由于地球表面是弯曲的，所以实际上你瞄准某个方向射出去的无线电呢，它最终跑到天上去了。不过意外收获来了，人们发现大气层中的电离层呢是可以反射无线电的，于是远程传输无线电就可以这样来操作啊，像打乒乓球一样，让它在地表和电离层之间呢不断的弹来弹去，并越弹越远了嘛，最终就能够达到目的地了。说实话，这种方式哪怕是当时强大的苏联靠人为的干扰和拦截都是不太现实的，所以美国人能够安心了吗？也不行啊，因为苏联人捣不了乱，太阳却来捣乱了。电离层反射无线电波的效果呢，是由太阳风暴来支配的，这更是一个望尘莫及的不可控因素了。手上这2张牌都是小牌，美国他能不着急吗？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位 MIT 林肯实验室的研究员站了出来，小声地说道：“或许我有一个办法。”此人名叫沃尔特·莫罗，1951年加入林肯实验室，期间担任了很多重要项目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在官网的介绍页面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来还在1977年至1998年期间担任了该实验室的主任，可见是个重量级的人物啊。当然，他在1958年提出的那个建议呢，也是重量级的，重约20公斤。20公斤开什么玩笑？不是在开玩笑啊！那20公斤呢，可是由大约5亿根这样的比头发丝还要细的铜丝组成的，而且还是分布在从地球表面往上走3500公里才能够到达的轨道上面的。这个疯狂的计划叫做希福特计划，理论依据是用这些环绕地球的细铜丝组成一个永久的、不受太阳干扰的、苏联人也够不到的无线电反射器，让美国人享有真正的环球通信自由。够不够伟大？够不够给力啊？美国军方简直是爱死莫罗了，于是马上就拨款要求其加快进度，把想法变成实践。消息一传出啊，整个世界的科学界都不淡定了，尤其是天文学家们啊。虽然那会儿大家还没有太空垃圾的意识，但总归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吧。大家对希福特计划的谴责和声讨呢，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是科学家们认为这些数量众多的铜丝呢，会直接干扰光学和射电天文学的观测。
第二，这样做无异于美国向全世界宣布：哎，你们看，整个天空都是我的呀，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哎，你拿我怎么着？第三，这样的研究呢，完全就出自于军事目的，也全由军方控制，科学界根本就得不到公开、透明、严格的评议权，也就无法保证它在科学上的严谨性，等于完全就是把外层空间的命运交给了一帮军人，想想就害怕啊！所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呢，就正式表示反对这个项目。哎，美国国家科学院呢也成立了专门的监督委员会，逼得肯尼迪总统不得不做出让步啊，承诺说我们保证将这些同事放置在较低的轨道上，大家别担心啦，他们2年内就会重新进入大气，烧得连个渣渣都不剩了。你们的天文观测完全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啊！我们美国是开放的，是公正的，是能够接受大家的批评和监督的。宇宙空间永远属于咱们全人类啊！哎，我们只不过有义务为全人类谋福利嘛。所以这番话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啊！哎，但美国就是美国啊，你反对我就真不干了吗？那不是我的行事作风啊，照做。1961年的10月21日，第一批搭载着同事的分部系统被送入了太空。哎，但是在1天之后呢，它没有能顺利展开，后面就失联了，命运至今都还是个谜。科学家们看到美国政府完全就不听劝，便纷纷开始了新一轮的谴责，说你这是在披着体面的外衣干不是人的勾当啊，跟犯罪有什么区别啊？哎，美国政府反而是越骂越勇，第2次发射居然还成功了。1963年的5月9日，终于5亿根细铜丝被撒到了天上，它们每根长1.8厘米，粗0.02毫米，以每天1600公里的速度，快速的在3500公里高的轨道上分布成一条宽约8公里、厚约40公里的金属光环。穿行期间，你会在每立方公里的区域里面呢，收集到大约15根细铜丝。那么，它们真的有效吗？哎，一开始是有的，因为1.8厘米的长度呢，正好是从地球发射的8吉赫兹无线电信号波长的一半，所以理论上它们每一个都是很有效的偶极天线。而一开始的实验呢，也的确是宣布成功了。哎，这些铜丝很好的在加州与马萨诸塞州之间呢，充当了通信中继的角色。但随着铜丝不受控制的进一步分散，它们的传输能力大大下降，根本就失去作用了嘛。哎，也幸好是这样啊，美国政府才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要知道，他们原本还有好几颗这样的散布器在等着要上天呢。所以我们该松口气了吗？哎，毕竟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些细铜丝早就该灰飞烟灭了吧。可情况真没有那么乐观啊！2001年，欧洲航空局发表了一份报告，分析了其中2团西福特计划遗留铜丝处的情况。哎，听好了，这是其中2个还簇拥成团了。报告中说，由于裹住铜丝，一到真空中就该蒸发的苯凝胶不一定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所以有一些铜丝呢，实际上是聚集在了一起，把自己裹成了更大的一团，所以没有那么容易坠入大气烧掉嘛，而是继续停留在了轨道上，至今呢都还能够追踪到它们的行踪，确凿无疑的加入了太空垃圾的行列。虽然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但却也是最诡异的一部分了。希望这样的诡异和疯狂不再上演啊！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今天给你分享的故事也很离奇，2个偷懒的德国密电操作员将2战至少缩短了2年，怎么回事？一切呢都跟这台机器有关。德国地狱级难度的洛伦兹密码机，它的另外一个亲戚你多半都听说过恩格玛密码机。但是你看看，前者有12个编码的转子，而恩格玛只有几个？也就只有3个或者4个嘛，所以破解起来的挑战呢，完全就不在一个量级上。实际上，它也的确曾经让英国布莱奇利公园里面的天才破译员们为之想破了脑袋，都拿它没有任何的办法啊！安全的简直令人发指啊！这当然就成了希特勒亲自发号施令的最好工具了。于是普通部队用恩格玛，高层指挥官们呢则使用洛伦兹。你英国人能破译的只不过是我们的非核心机密而已嘛，伤害性不高啊！英国人呢真的是很沮丧啊。他们也知道，如果破解了洛伦兹的密码呢，等于就是能够从希特勒那儿直接拿消息了，改变战争进程不是妄想吗？可是破解密码呢，看起来却是个妄想啊。直到1941年8月30日这天，2名德国的密电操作员呢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才让英国人钻进了这个空子，为破解洛伦兹密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啊。当天这2个人的一来一回是这样的。首先，密电的第一次接收发生了一些错误，接收员那边呢并没有成功收到这条信息，然后嘛他就告诉发送员要求其重新发送一遍过来。发送员呢照做了，但此时他们犯下了第一个错误，
尽管有明确的规定，在每次发送电文时都要使用新的密钥，但是他们在第二次发送的时候呢，却并没有这样做。估计是认为这算是同一条密电吧，没有换密钥的必要吧。好，如果他们就此打住，没有进一步做的话，英国人还是拿这些密码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好戏来了，他们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了。由于这条密电有多达4000个字符，一模一样的重新再敲一遍呢，实在是太累了。于是发送员呢就偷了一个懒，在第二次发过去的时候呢，他缩写了其中的一些单词，从而就改变了这条密电的长度。英国人将这2条密电都截获了下来，并且很快就意识到，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啊！由于2条密电使用的是同一个密约，也就是有着一模一样的字符打乱模式，而其中大部分都是一样的，那么只要研究和对比那些发生了变化的部分，就可以逆向分析出这12个转子的工作方式了吧？好吧，做起来呢显然是比说起来难太多了，但好在是有突破口了嘛，于是破解它的重任就落在了英国数学家威廉·托马斯·塔特身上了。在第一台现代计算机巨象电脑的帮助下，塔特和他的团队呢不负众望，终于成功的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任务，把希特勒的秘密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上。因此他们才可以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忽悠希特勒，让他以为盟军会选择加莱。因此他们才可以在希特勒集结大军，准备在东线发起扭转命运的最后一搏前，通知库尔斯克的俄军要做好准备哦。因此历史学家分析，二战的结束才会比原来的轨迹提前了至少2年，因此才会有数百万人的生命得以拯救。而这所有的一切呢，只是源于2个大兵的粗心和偷懒是不是离奇到家了？